灭灯之战，准哥用超越极限的意志，向我们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英雄。作为奈克瑟斯中最完整的篇章，本集英雄不仅是基石准篇的收官之作，而且也是奥特曼系列中人文深度的巅峰之作。在上一集宿命中，夜袭队终于赶到了中烟之地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奈克瑟斯耗尽了能量，被绑于十字架上。而当这些触手爬满奈克瑟斯的全身时，基石准的生命之光将彻底消失，而奈克瑟斯的光也会在中烟之地中完全释放出来。沟吕木将夺取这道光芒，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。世界を思うままに動かしてやる。より高きもの、より強きもの、より完璧なるものとして。其产生的震动波甚至传到了地面之上，城市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，就连预知者看到的未来也在一片混沌中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基石准的光还并未消失，那么希望依然存在。此刻夜袭队已经和异身兽库土拉展开了交战，但两架战机却被库土拉的触手牢牢地束缚住，这样下去只有坠机的下场。但此时和仓队长并没有放弃，命令队员们进行攻击来分散异身兽的注意力，从而争取机会逃脱。但这也激怒了异身兽，并挥动触手就要将战机砸向山体。可就在这危难时刻，沟吕木却叫停了异身兽的行动，因为他仍想策动西条指导向自己。也正因为这个举动，让战机抓住了攻击的机会。孤门驾驶的切斯特德尔塔号顺利摆脱了库土拉的控制，在摆正战机的方位后，孤门立刻进行了攻击。只见两架战机全都摆脱之后，队长立刻指挥进行战机的最终合体。就在超高音速强击型切斯特合体的瞬间，Ultimate Punisher発射。了解。砕け散る。这道和奈克瑟斯层叠风暴同等威力的终极射线，终于彻底解决了异身兽。从抓住机会到击杀异身兽，一套行云流水般的操作，完全凸显了夜袭队极强的作战能力。而沟吕木的这一失策，也为其结局埋下了伏笔。但此刻的他并不在意，因为对于奈克瑟斯的处决也已经进入了尾声。在听到塞拉的声音后，精神世界中的基石准缓缓醒来，望着眼前的塞拉，基石准仍然满脸的愧疚。他前往战争地带，原本是想寻找人们活着的意义，但却记录了人们死亡的瞬间，甚至因自己的执念，间接导致了塞拉的死亡。这份痛苦一直伴随着基石准。在梦境中，塞拉引导着他获得了奈克瑟斯的光芒，但在他看来，却是一种惩罚。ボロボロに傷つき、一人孤独に死んでいくことが、せめてもの罪滅ぼしに違いないぞ。でもそれも終わった。然而，塞拉告诉他，这个力量绝不是一种惩罚。此刻，夜袭队也已经和沟吕木进行了正面交锋，但沟吕木毕竟拥有着黑暗梅菲斯特的力量，身为普通人的众队员完全不是沟吕木的对手。虽然说石窟才是真正幕后之人，但很显然他并不会进行干预。此时沟吕木还想给西条指最后一次机会，但西条指依然不为所动。在对于异身兽的仇恨这块，无人出其右。最终，沟吕木直接化身黑暗梅菲斯特，面对实力上的碾压，夜袭队并没有放弃。就是没想到梅菲斯特的几发光线居然没对夜袭队造成一点伤害，可能沟吕木还是想让这些曾经的队友亲眼见证自己的登神时刻。原本孤门还想救援佐久田，但队长赶紧让众队员登上了战机。登上战机后的孤门并不墨迹，直接一发终极射线发射而出，轻敌的梅菲斯特结结实实扛了下来，也还是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的。但梅菲斯特立马做出了反击。絶対諦めるか。与此同时，精神世界中基石准和塞拉的对话也迎来了尾声。塞拉告诉了准哥，这道光芒曾经被许许多多的人传承下来，而他正是这道光的继承者。でも、俺にそんな資格があるのか。俺は君を。塞拉接下来的一番话也为准哥解开了这个心结。他感谢准哥为他记录了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明。セラが生きていた証。私嬉しかった。初めて世界が輝いて見えた。セラ。純と出会えて本当によかった。ありがとう。守ってあげて。大切な人たちをこの力で。而此时的基石准也终于从为过去赎罪的枷锁中解放出来，明白了战斗的真正意义。俺は今度こそ守ってみせる。この光で。それが俺に与えられた使命だ。
这一幕就像是大古在面对沉溺于幻境中的人类时，终于找到了作为一个人类战斗的意义。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吧。随着光芒的涌现，奈克瑟斯的计时器再次开始闪烁。即使能量耗尽，基石准依然凭借着个人意志顽强站起。这一幕看呆了多少屏幕前的观众，正如主题曲《英雄》所唱。虽然此刻的奈克瑟斯仅仅是靠着基石准的意志在维持，但这也激起了耶袭队继续反击的号角，并且在仅剩最后一发终极射线的情况下，预知者终于给出了改变战局的决策。因为终极射线就是根据奈克瑟斯的光振动波研究而来。而这个艰巨的任务，队长将其交给了孤门。在瞄准奈克瑟斯的能量核心之后，随着能源的覆盖，奈克瑟斯终于恢复如初。在切换为红色青年形态后，与黑暗梅菲斯特的最终决战开始了。只见梅菲斯特利用恶魔之爪朝着奈克瑟斯持续发射光线。在将黑暗能量转化为正向能量后，直接将其击向了梅菲斯特。这一发能量直接打碎了梅菲斯特的恶魔之爪。随后，两者展开了势均力敌的空战。这些场面都是以 CG 特效的方式展现，虽然不及现在那么自然，但是在当年可以说十分的超前了。此时，梅菲斯特将目标对准了佐久田，但他可是如今基石准心中最重要的人。在急速抵达地面后，直接开启护盾，挡在了佐久田的身前。在光的这份责任面前，基石准抛开了儿女情长。但当佐久田遭遇危险之际，基石准依然会护其周全。此刻，耶袭队再次发挥余热，用最后的导弹掩护奈克瑟斯，直接打掉了梅菲斯特手中的能量球。此刻的梅菲斯特已经破防，径直朝着战机飞去，但奈克瑟斯及时救场。在双方稳住身形后，最终的光线对波来了。只见两股光线在空中碰撞之后产生了大爆炸。为了彻底击败梅菲斯特，基石准在此刻下定了决心，就是与梅菲斯特同归于尽。奈克瑟斯奋力的一拳打爆了梅菲斯特蓄力的能量球，瞬间产生了剧烈的爆炸，直接吞没了梅菲斯特和奈克瑟斯。但是基石准的使命并未结束，一阵光芒在孤门的眼前涌现。姫さん、ほぼ光は絆だ。誰かへ受け継がれ、再び輝く。就此，基石准篇终于落幕，但同时他点燃了下一束火种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英雄，不是人人信仰无所不能的神，而是能在绝望中依然能够坚守信念，并将这份光传承下去的守护者。当然，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光与人类的希望相连，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才是战胜黑暗的基石。